水，真的是水！甘甜，太好喝了！都慢着，没有毒，没有泥，比皇宫贡品还纯净。将军，您说这水是哪来的？井明明已经干了3天了。确实很奇怪。报！城外蛮军开始列阵了，看架势，今晚要攻空。将军，兄弟们饿了7天，渴了3天，连刀都拿不稳，这仗怎么打？10万蛮军围城30天，朝廷见死不救，3万百姓命悬一线。这水来的蹊跷，但不管是天意还是神明，他救了我们的命。苍天在上，若真有神明垂怜，初一愿以此身为誓，护我全城百姓，死战不退。真邪门了！20升水倒进去，连个水花声都没有。不信灌不满你。真奇怪，这枯井怎么就是灌不满？喂，下面到底有没有底啊？喂，下面到底有没有底啊？谁在说话？那声音绝不是大言官话，是神明。神明开口了。将军，那声音是从井底传下来的。神明在上，求神明赐下米粮，救我3万居民。神明在上，求神明赐下米粮，救我3万居民。操，有人！大燕镇北将，血书求粮。我没疯吧？算了，管你是人是鬼。要吃的是吧？接着。将军，神明会赐下粮食吗？护驾！这是面食。将军，这是何物？这是仙家食物。将军，这上面有字：红烧牛肉面。牛肉！私宰耕牛可是重罪啊！这仙家之物竟然用牛肉做面。传我将令，神明赐下仙家辟谷丹和仙面，立刻分发下去，每人吃一口面，喝一口汤，先把命都吊住。是。谢神明赐食。馒头和泡面都扔下去了，总该有点动静了吧？我操！我操！真金！10几个金锭，加起来好几斤重，换算成人民币好几10万。得找人鉴定一下。这枚双鱼玉佩，您是从哪里得来的？祖传的，合规合法，能不能收？能，太能了！这玉质、这沁色、这雕工，全是手工多机打磨的痕迹，没有一丝现代机器加工的影子。虽然查不到具体朝代，但绝对是真品古董。50万、500万，税后马上打款。500万，几包泡面和馒头，换来了500万的玉佩和几10万的黄金。这不是恶作剧，这是通往财富自由的终极外挂。3万百姓被困城中，快饿死了，也是真的。喂，我要租一个2000平米的大型仓库，对，要隐蔽一点的，马上签合同。喂，王老板吗？大米，先给我拉100吨，压缩饼干、自热小火锅、矿泉水有多少给我装多少。
既然拿了你的钱，那这3万人的命，我保了。顾老板，您要的货全齐了：50吨东北五常大米，2000箱纯净水，500箱高热量压缩饼干，还有300箱您特意交代的自热小火锅。干得不错，尾款马上打给你。还好我刚才在五金店买了一个工业电动传送带，这要是靠我一个人往井里搬，非得累死不可。江将军，久等了。收好了，这些够你们吃一阵子的。报，将军，城外蛮族大军正在集结，看阵势是要趁天黑前发起总攻了。将军，神明赐下的仙石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吗？大燕的国手真的要绝于今日？将军，快看井上！这是米。老天爷啊！世上怎会有如此洁白、如此纯净的米？这简直像是碎玉啊！大燕的军粮都是掺着沙子和糠揉的陈年发霉粟米，这种米就算是皇帝也没吃过呀！神明没有抛弃我们，大燕军民叩谢神恩！叩谢神恩！赵虎，立刻埋锅造炭，熬最浓的粥，把那些仙水分发下去。是。无需生火。神仙法术，这是仙火！好霸道的仙药，这股烈焰竟如同在洗法骨，我体内枯竭的气血全都在狂暴的翻涌。好霸道的仙丹，我感觉体内有使不完的力气。镇北城里的人应该连站都站不稳了。将军，蛮子攻上来了！大燕的儿郎们，神明赐下仙丹神粮，是在天上看着我们。若连这等宵小都杀不退，我们有何颜面再受神恩？开城门，随我迎敌！这哪里是濒死的恶宿，这分明是一下山猛虎！杀！保家卫国，诛杀蛮敌！疯了！他们疯了！他们怎么还有力气？他们有妖法！快撤！战场上局势瞬间逆转，仅仅半个时辰，5000蛮族先锋军丢下近2000具尸体，哭爹叫娘的溃退回了大营。神明护佑，镇北不灭。将军，兄弟们吃饱了，力气是有了，可家伙事废了。整整1个月，很多兄弟今天是用半截刀石头跟蛮子拼的。探子拼死传回消息，蛮族可汗大怒，已下令调集铁浮屠。铁浮屠，人马皆披重甲，刀砍不动，枪刺不穿，那是移动的铁墙啊！明日一早，3000重漆攻城，咱们这堆破铜烂铁，就是拿命去撞铁板。神明赐我米粮，是让我们保家卫国，不是让我们束手待毙。赵虎，末将在。把蛮族先锋将领身上缴获的王庭弯刀、宝石全部装箱，还有城首府那几副开国皇帝的真迹全部装箱。将军，您是想求神明赐下破甲之躯。
神明在上，铁浮屠压境，我军兵器尽毁，求神明赐下神兵利器，护我大燕子民。民。500万花了一小半，几百吨物资送过去了，这不比在公司看老板脸色强？哼！哟，回礼来了。铁浮屠，人马皆披重甲的骑兵，刀剑卷刃砍不动。想要武器呀，可是很多武器都是红线，碰都不能碰。但谁说一定要用危险武器？李厂长，大型安保公司采购，全款现货，3000面 PC 级透明防爆盾，警用同款，能抗车撞的。再来3000套凯夫拉防刺服，要有质检报告。高碳锰钢开山刀全包了，要那种砍钢筋不卷刃的。老板大气，这批刀硬度60 HRC， 砍铁桶跟切豆腐一样。续航最长，带夜视和红外热成像的无人机来5台，配齐太阳能充电板。蛮族的铁浮屠是吧？今晚就让你们便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将军，神明是不是没有兵器可赐？毕竟是仙家，可能不用这些凡间刀剑吧。将军，这盾牌是透明的，像水一样清澈，又像冰一样坚硬，难道是琉璃做的？琉璃，那可是比黄金还贵的东西。神明用琉璃做盾牌，这是何等手笔！削铁如泥，这才是真正的削铁如泥。神明赐下的不是凡铁，是斩金断玉的仙家神兵。神兵显灵，神兵显灵！有此神兵，何惧蛮狗？全军听令，换装！今日踏平镇北城，铁浮屠！将军，弟兄们准备好了，让蛮狗来吧。今日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有来无回。50步，30步，10步，抓！没碎，这不可能！那琉璃怎么没碎？这是什么妖物？我的王牌铁浮屠，在这些残兵面前，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。透明的盾打不破，黑色的刀挡不住，这仗还怎么打？妖术，燕军会妖术，快撤，撤退！神明，多谢。将军，神明还留下了一个包裹。
原来这个宝物叫千里眼。这枯井的通道，竟然连微波信号都能穿透传递。两边的时空，在某种规则下达成了重叠。既然信号能通，今天必须让对面看看，什么叫天空指挥官。起飞！连热成像都没见过，吓傻了吧？哟，主力营帐都集中在东边，西边防守这么薄弱，而且粮草车全都停在下风口，这蛮族主将也是个半吊子啊！蛮族西营空虚，与粮草在下风口。今夜子时，带人夜袭敌营，烧起粮草。地上的黑桶名为掌心雷，夜战之时，对准敌军眼睛，按下尾部开关，可收奇效。切记，勿照自己人。掌心雷，我的眼睛！这是截取了太阳的神光吗？若将此物用在夜战中，敌人在黑暗中突然遭此强光，绝对会瞬间致盲，变成待宰羔羊。神明之前给了我们这么多帮助，如今又多了夺人视线的掌心雷。赵虎，末将在。挑选800精锐，带上琉璃盾、黑钢刀，每10人分发1支掌心雷。今夜随我结营。燕人白天被打成那样，晚上肯定不敢出来。就是，燕人夜战就是找死，谁不知道？现代高营养食物的补给，彻底抹平了我们夜盲的劣势。有天眼无人机在天上挂着，连枯井边的一只飞虫都藏不住。敌袭，燕人接营了！开掌心雷！我的眼睛瞎了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天亮了！烧粮草！不好了，粮草被烧了！燕军真的有天兵天将小筑，快跑，撤回王庭！一夜之间，10万蛮族大营竟被我们800人搅得天翻地覆，烧毁粮草，俘获战马3000，缴获的辎重更是不计一数。大捷！神明，我们守住了。将军，您该歇下了。睡不着。将军，您的伤无妨，城中粮草还能撑多久？半个月。可是我们心知肚明，援军恐怕永远都不会来了。近期伤者人数逐日增多，就连军中的老中医也没有办法。完了，是疫症。10亿！蛮子撤退时，把病死的牛马和腐尸扔进了上游河道，咱们的水全被污染了。能治吗？3日不退烧就烧坏脑子，7日不愈就是死路一条，根本撑不住。将军，您的伤。蛮子的剑有毒，您怎么不早说？说了又怎样？城里连治食欲的药都没有，
把染病的人集中到城西隔离，没染病的一律不准喝生水，所有水都要烧开。那您，我去求顾先生。圣旨到！朝廷的援军没来，朝廷的狗倒是来得挺快。咱家是御前总管刘福，奉陛下口谕前来犒赏三军。怎么，江将军不出来接旨？回公公，将军中了毒箭，又染食疫，高热不退，昏迷不醒。那可真是不巧啊！既然江将军病了，这镇北城的军务就暂时由咱家代为打理吧。你说什么？战后陛下口谕，江将军用的那些来历不明的神兵利器，朝廷很感兴趣。朝廷不是来犒赏的，是来夺权的。公公，将军还没死呢。蛮子的毒箭配上10温，大罗谆仙来了也救不活。赵校尉，你是聪明人，该知道怎么站队。来人，先把库房封了。那些神兵，咱家要亲自清点。神明在上，将军中毒染疫，奸臣趁机夺权，求您降下仙丹，救将军，救救镇北城。救救将军，救救镇白城！中毒、食疫、昏迷不醒。操！食疫放到现代就是细菌性感染，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抗生素能治，但毒箭不知道什么毒。喂，老张，是我顾长安。不是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啥呢？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人被带毒的箭射伤，伤口发青发黑，几天不愈，可能是什么毒？你在拍戏？你就当我在拍戏，快说！伤口发青发黑，多日不愈，听着大概率是无头痔或者浸泡过脏东西的。怎么治？买点抗生素什么的，只要有消炎的都可以。喂。所有的消炎药都给我打包，全部都要吗？还有碘伏、医用纱布，所有的医疗物品我都要。先生，您这是要开诊所吗？别问那么多，快拿，有多少拿多少。赵虎写这个信的时候得多绝望。江初一，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将军有救了！让开！快让开！赵校尉，这是神明赐的药，快按上面写的做。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烧退了，天底下竟有此等神药！将军，你醒了！我没死，是神明，神明又救了咱们。将军，这是随仙药一起送来的。顾，神明姓顾。将军，京城来了个死太监刘福，趁您昏迷，带着禁军把咱们的库房封了。拿我的刀来。这东西若献给陛下，少说换个侯爵。江家这丫头到底从哪儿弄来的？江将军醒了！不可能！御医都说必死无疑。公公，江将军带人往这边来。刘公公，本将还没死，你就急着清点本将的库房？江将军，咱家奉旨行事，朝廷的援军在哪里？本将在前线饿得吃草根时，朝廷的粮草在哪里？本将的部下感染食欲，朝廷的太医在哪里？如今本将侥幸不死，陛下派你来犒赏，还是来夺功？你敢抗旨？这是谋反！本将的命是神明给，本将的兵是神明武装的。来人，把这狗东西绑了，800里送回京城，告诉那些躲在龙椅后面的蛀虫，北疆的事本将说了算，谁敢再伸手，这就是下场。江一冲，你疯了！这是造反！本将若有想反，早就带着3000神兵南下。
本将没反，若是逼急了，是因为心里还有大燕的百姓。但宁将不介意让你们看看神明的天雷轰在皇宫上是什么滋味。将军，这样做，朝廷会不会？会怎样？派兵讨伐我？蛮族20万大军压境，朝廷连援兵都不敢派。他们要是敢在这个时候动我，那就让他们来，正好让满朝文武看看，是蛮子的刀快，还是本将的刀快。将军变了，从前他对朝廷还有敬畏，可现在他眼中只有北疆的百姓和井底为神明，至于朝廷，他好像已经不在乎了。将军，无妨，顾先生的仙药果然厉害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只是我欠顾先生的越来越多了。将军，神明的恩情咱们慢慢还，您先好好养伤。顾先生，初一来谢恩。收到了，很漂亮。顾先生，您能听到我说话？能，通道似乎稳定多了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已经好多了。那个姓刘的太监，你处理得很好。您都知道，我一直在看着。说实话，你昏迷那2天，我比你还急，满地都是药，就怕你扛不过去。你都把朝廷的钦差绑了，还怕什么？对了，问你个事儿。您说。你今年多大了？19。19岁就要扛3万人的命，还要被朝廷那帮人渣算计。初一，你辛苦了。江家满门忠烈，江将军当真是女中豪杰。江家是大燕的，但从来没有人说过，顾先生，初一不辛苦，能遇到您，是初一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从今往后，初一这条命就是您的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花了几百万养的女将军，不准随便去死。遵命。顾先生，你那边是什么样子？很不一样。我们那儿没有皇帝，也没有蛮族，天上有铁鸟飞来飞去，地上有铁盒子跑得比马还快。铁鸟？就是您赐给我的那只天眼吗？对，那个叫无人机，在我们那儿很常见。那您那边也有仗打吗？有，但不像你们这样拿刀互砍。我们那儿打仗，隔着几千里就能把对方炸了。几千里？顾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一开始是因为好奇，后来看到你的血书，看到你带着3000人死守孤城，看到你宁死不降，我就想，这姑娘不能让她死。对了，明天我送点水果过去，你尝尝鲜。水果？就是一些好吃的东西，你那边应该没有。这叫苹果，直接啃，甜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，还有很多。将军看那口井的眼神咋有点不对劲儿呢？将军，蛮族可汗亲征，20万大军距我城不足50里。将军，兄弟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都随我一起上战场。将军，可汗的王旗，他们来了。3000对20万，如此大难，我需要问一下顾先生意见。将军，顾先生，完了，3000面防爆盾挡得住冲锋，挡不住20万人轮番消耗。那3座攻城塔一旦靠近城墙，什么防线都会被撕碎。20万大军，3座攻城巨塔。初一想听听先生的意思。攻城塔什么做的？松木为骨，外裹生牛皮。你那边有多少火油？手用火油400余桶，但火油户射程有限，够不到攻城塔。他们会停在弓箭射程外，等蛮兵登塔后才推进。
你听说过烟花吗？烟花能飞上天的火。专业级礼花弹，点燃后蹿上数十丈高空，炸开漫天火雨。火星温度极高，落下来能点燃一切。你把火油不要装壶里泼出去，泼在工程塔必经的路上，火油不会马上烧起来，但只要一颗烟花落下去，整条路就是火海。牛皮挡得了正面的火箭，挡不了头顶的火雨，到时候工程塔就是3口棺材。先生，火油泼在地上，蛮兵看得到，闻得到，所以要在夜里打。夜战是守城大忌，城头看不清城下敌情。你有手电筒，3000只手电筒同时打开，城头亮如白昼，城下的蛮兵却在黑暗里。而且烟花在夜里的效果，你想想，20万蛮兵大半是被裹挟来的牧民，信奉长生天，黑夜里满天炸开赤诚蓝紫的光焰，轰鸣如雷。他们见过这种东西吗？没有。人最怕的不是死，是不理解的东西。先生送烟花来吧，初一要让可汗看一场好戏。赵虎，明日之战不在白天打。什么？入夜后，蛮兵扎营休整时，我们先动手。黄昏，派轻骑出城，在金空塔必经之路泼洒火油，浅草覆盖，暮色掩护。熄火？那蛮兵会以为我们……就是要他们以为我们吓破了胆。等拓跋野贪功，趁夜推塔攻城。3座工程塔碾入火油区的那一刻，3000只手电筒同时亮起，300发烟花同时升天，工程塔蛮兵战马统统烧在里面。将军，烧不完的，还有10几万人。不需要烧完。20万蛮兵里，真正的死士不过3、5万，其余都是裹挟来的牧民，一辈子信长生天。让他们亲眼看到天火焚烧工程塔，不用我杀，他们自己就跑了。将军，末将去泼火油。去，小心些。火锅，但先生说的东西一定不差。可汗，燕军熄了所有火光，城头连火把都没有。哼，吓破胆了。连夜攻城，工程塔推上去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站在镇北城城楼上。200步。100步，50步，将军，亮灯！放箭！特卡利，比预想的还快。撤！
陛下，江将军大胜，自当重赏。这是什么？江将军麾下2万兵马，皆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旧部，如今又得雁门民心，城中百姓为他立了生祠，再加上此役缴获的降卒战马辎重，依祖制，边将9镇一地，兵权过重，恐生不测。她只是一介女子，正因为是女子，才更难预料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姜氏初一，忠勇无双，巾帼典范，功在社稷，封镇北侯，赐黄金1000两。公公辛苦，先去歇着吧，我让人备了热水和饭菜。将军，这旨不对。将军，您看不出来吗？这是要拿掉您的兵权，什么兵部例行调派，说白了就是换人。您一走，这2万人就不姓姜了。您到了京城，孤身一人，没有兵，没有权。我知道。那您还……赵虎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你想说不回去？末将什么都没说。起来，下去。让我一个人想想。将军，下去。顾先生，圣旨尔到了，陛下让我回京交出兵权。我猜到了。你猜到了？这种事儿从古到今都一样，能打仗的时候你是英雄，仗打完了你就是威胁。你在你那边的书上看到过？看到过很多，太多了。顾先生，我回去会死，不一定死在明面上，可能是一杯酒，可能是一场病，可能是莫须有的罪名，但我回去就是把命交到别人手里。我知道。我不回去就是抗旨，就是反贼，朝廷会发兵来攻打我。我手下2万人跟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他们信我，可他们的家人有些在京城，有些在老家，都在朝廷手里。江一初，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替你做这个决定？不是，我来找你，是因为这件事是我谁也不能说。赵虎是我的副将，我不能在他面前犹豫。士兵们把我当主心骨，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动摇。朝廷的人在暗处盯着我，我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出一丝一毫的不确定。遵循你的内心。顾先生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替我选。这些天，所有人都在替我选。赵虎要我留下来，李成要我回去，士兵们要我当主心骨，百姓要我当他们的神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知道我该怎么做，可没有人问过我想怎么做。你想怎么做？顾先生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圣旨你们都知道了，让我回京交兵权。我想了一夜，想明白了，我不回去，但我也不反。将军的意思是？我不回京，不交兵权，不受封，也不造反，我单干。从今天起，这2万人不是朝廷的兵，是我江一初的兵。我养他们，我带他们，我替他们打仗，我替他们死。朝廷要打我来，蛮族要打我来，
谁也不依附，谁也不效忠。将军，那我们算什么？算什么？算活人，不是朝廷棋盘上的棋子，不是皇帝龙椅下的蚂蚁，就是活生生的人，想吃饱饭，想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想活到死的人。跟我走的留下，不跟的我放他走，给盘缠，绝不为难。末将愿随将军。别跪我，以后谁也不跪。城还在，人还在。上门子，上门子！我叫江初一，生在正月初一，所以叫初一。我爹给我取的名，他说初一是开头，什么都是新的。今天也是初一，今天正年快乐。